我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mini，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那我今天呢，将会在家里面工作，在家里面办公，所以今天这期节目，你们将跟着我一起学习跟在家里办公有关的中文表达。我不知道你们和我一不一样，在工作之前呢，一定要有一点点的仪式感。仪式感就是我会固定做几件事情，我带着你们一块儿来看一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要打开我的香薰机，这个就是我的香薰机。香薰机，那我一般往香薰机里倒的都是我的纯净水，纯净水。因为如果用矿泉水的话，它容易把我的香薰机给堵住。咱们先把瓶盖拧开，这个动作是拧开瓶盖，这个叫瓶盖，拧开瓶盖。我自己先喝一口吧，好渴啊！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往这个香薰机里倒水，倒水。那这个香薰机里面呢，会有一个刻度线，可能屏幕上看的不是很清楚哈，但是你知道它怎么说，它是刻度线。然后这个刻度线的意思就是水位不要超过它，水位不要超过这个刻度线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香薰机的盖子给盖上。我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，这个呢是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，然后他的家里面，他的老家呢有一片地，然后种了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，自己家种的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种的萝卜。我真的现在非常的羡慕这种自己家里面有地的，然后可以去种这种蔬菜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吃萝卜，但我觉得自己种的这么健康，所以一定要给你们看一看。好了，那我接下来呢，要带着我的香薰机上楼，回到我的办公桌那里，走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要往这个香薰机里滴精油。我今天呢，想要往里面放薄荷精油，因为薄荷精油呢，它闻起来就非常的清爽，可以提神醒脑，有助于集中注意力，好好工作。好，这就是我的薄荷精油。我现在要往里滴，这个动作是滴精油。一般我滴1到2滴就够了。好嘞。我今天其实还想再加一个味道，就是这个红橘。这个是红橘。红橘的味道就是淡淡的橘子味儿，我也特别喜欢。加了2滴红橘精油。好，接下来打开开关。它开始工作了。你们看，它已经往外喷这个水雾了。这个叫做水雾。而且我现在已经闻到了那个薄荷加红橘的味道，非常的好闻。好啦，接下来我要做第2件仪式感的事情，就是往我的手腕上涂一点这个香香的精油。我真的太喜欢精油了，实在是没办法。这个是木兰花的味道简直了，无敌好闻。无敌这个词口语里也经常用，就当你想表达一种
特别特别特别的感觉，比如说特别特别好闻，特别特别好吃，你就可以用无敌这个词，无敌好闻，无敌好吃，懂了吧？我现在这样子涂在手腕，这里是手腕，手腕转圈涂在手腕上，然后这样子。哎呀，太好闻了！就是这种香味会给我带来一种幸福感，让我等一下的工作呢更加充满能量。像冬天的时候，我还会点蜡烛，尤其是那种香薰蜡烛，我也特别喜欢。不过现在天气很热，我就没有用香薰蜡烛。好了，折腾了半天，咱们可以开始工作了。好的，这是我的笔记本电脑，笔记本电脑，笔记本电脑，你也可以简称它为电脑，电脑。那我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，这个动作叫做开机。开机，现在我的电脑正在开机，开机。电脑开机之后，咱们要先输入密码，在这里输入密码，输入密码。OK， 密码输入完毕。那现在我的电脑已经成功开机了，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电脑桌面，电脑桌面，电脑桌面。我的电脑桌面呢有一点乱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哈哈，文件太多了。那这里呢是电脑的键盘，键盘，键盘，然后这个是鼠标，鼠标，鼠标。那这个鼠标下面的这个叫做鼠标垫，鼠标垫，鼠标垫。你们看我这个鼠标垫是不是很可爱？用刚才我们新学的词，无敌可爱，无敌可爱。它上面是一只招财猫，招财猫在中国很火哦，招财猫。那这个鼠标垫背后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感人的故事，因为这是我爸爸买给我的，我爸爸。然后这是在今年冬天过年的时候，我回家，然后我家里是没有鼠标垫的。那我在家住的时间也不长，所以我没有打算买。但是我爸爸呢，看我特别需要，就自己偷偷的在网上给我买了这个鼠标垫儿。当我收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感动啊，家人的关心真的很感动。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感动的人，跟你们聊这个故事都有一点点想流泪的感觉。好吧，好吧，不说了，赶紧工作。那我现在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剪辑视频，我要打开剪辑软件，这种叫做剪辑软件，剪辑软件，把它打开。然后打开这个剪辑软件呢，我需要双击鼠标，按2下叫做双击，双击，按1下呢就是单击，单击，单击鼠标，双击鼠标。好，看，这都是我的剪辑软件里的工程文件，这么多，全部都是我拍摄的视频的工程文件，这个叫工程文件。夸奖我一下吧，亲爱的们，看我多么的努力。我现在准备剪视频了，剪视频，剪视频。那首先剪视频之前，我还要戴个眼镜，因为我近视，所以呢，我需要戴眼镜，戴眼镜。那我近视的程度不是很深，我一只眼睛大概200多度，200多度，
另外一只眼睛没有度数，另外一只眼睛不近视，所以我只有一只眼睛近视。那我现在呢要剪的是一条短视频，它大概只有40秒。我一般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呢，如果快的话，可能20多分钟；慢的话，可能半小时、40分钟都有可能，因为它涉及到画面，还有声音，这个是声音，还有各种特效等等，这些都是要去剪辑的。所以工作量还是挺大的。那如果是长视频的话，可能需要的时间就更久了。那剪辑完成的视频呢，我们最后还要把它导出，我们叫导出。导出完成之后，我就会开始上传到不同的平台。那我现在的自媒体账号呢，有 YouTube，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YouTube，然后我还有 TikTok， 还有 Instagram， 还有就是小红书啊。小红书呢，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，所以我每一次拍完的短视频，那刚才说的4个平台，我全部都要上传发布。所以这个上传和发布呢，它也是要花费一些时间的，因为每一个平台的要求规则都不太一样，而且还要打字，写很多的description， 我们叫描述，写很多描述类的东西。那我接下来就导出一下这条刚才剪辑的短视频。好，已经导出完成了，你们看，这条视频已经在我的桌面上了。然后我现在呢要发布，那首先呢我要打开浏览器，这个是谷歌的浏览器，这个我们叫浏览器。我现在呢要上传视频到我的 TikTok 上，所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 TikTok 的后台。这个是选择视频，这4个字叫做选择视频，这个就是刚才我拍的。好，你们看这个叫做进度条，它正在上传。然后这里呢是写视频描述的地方，视频描述。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些标签，像我们发视频都会加一些标签，这个叫标签。我加了好多的标签在这里。你们看，这里已经视频上传完成了。这里可以编辑封面，这个叫做封面。我选一张照片当做我的封面，就这个吧。好，播放列表。然后这里可以选择你何时发布，是现在发还是预约时间？我选择现在发。好的，基本上我都填完了。然后点击这里，这里叫做发布。那么我的视频就已经发出去了。然后我会再点击看一下。Which word did you hear? 包子。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么我这条视频就已经发布完成了。好的，那我的 TikTok 的平台就发布完成了。我接下来呢还要发 YouTube、Instagram 还有小红书。所以等我把所有的视频发布完成之后呢，我还有下一项工作，就是回复邮件。因为最近呢会有一些合作的邮件，然后我需要仔细阅读并且回复。那我现在可以先教你们一些跟写邮件啊、回复邮件啊有关的中文哈。我先看一看，
把我的邮件打开。现在呢，你们看到的就是我邮件的收件箱，收件箱，收件箱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邮件，然后这些就是未读的邮件，我们叫未读，未读，未读。像之前已经读过的，就是已读，已读，已读，这些都是未读邮件，这些是已读邮件。然后这边是收件箱，收件箱，然后下面还有发件箱，发件箱，发件箱。那这里点击就可以写新的邮件，写新的邮件。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封新的邮件，那么这里 to 这里我们就会去写上对方的邮件，对方的邮件地址。然后这里呢 subject 就是主题，主题，你的邮件的主题。这里就是可以写邮件的正文内容了，邮件的正文内容。写好之后呢，也许你想要添加附件，这个叫做附件，你可以选择照片或者视频等等，这个叫添加附件，添加附件。写好之后发送，这个按钮是发送，发送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刚刚呢回复了几封邮件，然后这项工作就完成了。但是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，忙到了现在我还没有吃午饭，所以我现在要出去吃点饭，吃完饭之后呢，下午回来再继续工作。我现在呢下楼吃点饭，楼下呢有很多的小餐厅。今天北京30多度吧，你们看，非常的热，但是天气很好啊，大晴天。我准备去吃螺蛳粉，螺蛳粉，这就是我的午饭，螺蛳粉，螺蛳粉，它是广西的特色食物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尝一尝，它是又臭又好吃，闻起来呢是臭臭的，但是吃起来非常香。12元热心的小卡点菜名单。好的，家人们，我回来了，吃完午饭了。那我最后一项工作呢，今天的就是我要写日记，写日记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前段时间买的笔记本，可以记日记的笔记本。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笔记本，因为它非常的好看。它整个的设计的风格是那种复古的做旧的风格，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报纸，对吧？以前很古老的那种报纸还有杂志的封面的感觉。然后它这里呢是一个纽扣，这里是纽扣，然后它有一根线这样子缠上，这个日记本就合上了。然后我的这个笔记本呢，它是按照日期来排列的，它里面有日期，比如说这个是1月1月11号，这里1月11号1月10号，这都是我的日记，不能给你们看。今天是5月，看看今天是几号。OK， 今天是5月30号，5月30号啊，好神奇啊！我刚才一翻就翻到了5月30号，太神奇啦！今天就是5月30号，然后我刚刚一翻就翻到了，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这个口头禅我们也会经常说。表达一种非常惊讶的感觉，太神奇了。
好，那我接下来就会在这一页写上我今天的一些想写的东西。我的日记本的左边，这个是左边，正好就是今天的日期，5月30号。5月30号，旁边的文字，你们看，你们认识吗？我给你们念一下，这里，期待一下夏天去哪里玩，哈哈，期待一下夏天去哪里玩。我这个夏天呢，真的有计划要出去玩，我现在正在做计划当中。具体去哪里，怎么玩，之后的视频里呢，我会跟你们分享，我也会全程拍摄我的旅行 vlog， 你们可以稍稍的期待一下。好，我现在要记日记了，我们叫记日记，记日记。好啦，我的日记写完了，那今天的工作呢就结束了。我等一下呢会去洗洗衣服，喝点水，然后再看一看电视剧。你们会看很多中国的电视剧吗？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想要提高听力和口语，你们在平时闲暇的时候呢，可以看一看这些电视剧，尤其是一些现代的。对大家提高听力和口语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好吧，那我今天的工作就结束啦。那我们的视频也拍到这里吧，希望你们都学到了今天所有的内容。感谢你们的观看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